高知极客鞋谈，致力为全国13亿人解决运动时穿什么鞋的问题的14亿人的节目啊，互联网视频节目，小节目。然后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螺丝9的其实体验我们开箱都做过了，然后现在是长测呢，首先我换了一双鞋，我不是穿了43的，然后买了一双42的鞋，我的天哪，我42半的脚，偶尔买43，有的时候膨胀了买43。Dunk SB 穿44，但我从来没有买过42的鞋啊，在耐克阿迪上，所以我敢说这次阿迪的鞋楦是跟李宁看齐了，就是真的是让我在阿迪上体验了一把李宁的感觉，就是买了双42的，穿进去还有完全的非常的合适，前面刚好。左右也刚好，跟我们就是上一集我穿43的鞋，前面大出来一个手指，左右宽度宽出来一个手指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双鞋等于是换了一个鞋码，然后另外那双44呢，给到了我们一个同事花针，他也体验了，然后就是我最后会放他的体验的这个感觉，然后我现在先说一下我大体的一些感觉吧，就今天上午我们刚刚在室内又实战了一把，总体它的响应还是很好的，不管是鞋底的响应还是鞋身的这个响应都很快。很适合那种暴力风格打法的球员，就是真的是力量型的、速度型的，然后特别是像罗斯那种上来还要折叠一下，没事怎么也要折叠2下那种球员，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让你的脚在打球的时候增强很多信心。其实它的包裹感一直是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一开始一上市，有人买了之后觉得包裹感不好，我们体验第一天也觉得包裹感有点差。那现在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穿打球的时候其实不用垫鞋垫。你只要买到你正确的码数，然后穿厚袜子，基本上这个包裹很空的问题就能解决。但是，不论你怎么样，你是无法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包裹感的，因为当你垫高鞋垫的时候，它可能这里又压脚背了。因为我其实换了这双鞋以后，会感觉系鞋带的时候这里有一点点压脚背，但是其实打着就会感觉不到了，然后就会等于是跟这个鞋有一个磨合吧。因为它这个鞋带它没办法很均匀的受力在这个脚背上去勒紧你的这个脚，把你的鞋面和这个脚贴合在一起。它这个鞋带系统有一点半锁死的感觉，就是这种小线条，所以需要一段的时间去适应它。我当时42我刚穿上去的时候长度正好合适，但是确实也有点压脚背。但我调整一下，稍微走路，这个感觉就没有了，完全消失了。直到后面我是鞋带是越系越紧，然后整个这个鞋就跟我的脚能够贴合在一起了。下面我们来说打分吧，缓震我打的是8分，我觉得是够用的。但是微博上也有人私信我们说这个鞋前掌有点硬，打完以后可能觉得有点痛，脚底板有点震。但是其实我的标准就是我的膝盖痛不痛，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体重很大，然后我的膝盖不是特别好，只要是我穿着痛的鞋，我一般就不会再穿了，然后我就会惜命嘛，非常怕死，就是非常怕以后再也打不了篮球了。然后就这个鞋，我觉得今天打完室内也没有什么感觉，之前我们打了室外啊什么都没有感觉，所以我觉得 OK，8分。然后它前掌启动又特别快，没给10分是因为它的材料确实是这种 Bounce 比较普通的材料，也没什么花哨的东西。然后抗扭9分，我觉得它整体来说抗扭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你这个方向是扭不动的，然后左右也很难扭动，就是它整体它的脚底板，你别看它镂空了这么一大块，它该有的那个强度、刚度都有，非常好。抓地我觉得给9分，就是它室内外抓地都不错，唯一不好的就是它这个太平面了，就是整个在一张平面上，没有特别多的这个灵活的这种感觉，然后这儿有一个很大的空，就总体来说它在一个平面上，它的摩擦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立体，非常像一个平板。然后两边虽然有一点点往上走的这个纹路，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多，就不够凹凸有致，你懂吗？就是它这个中间凹进去的东西跟你这个脚的这个动态在地面的一个抓地的分布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我觉得它的纹路啊各方面都已经很好了，抓地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包裹我给的是6分，因为这个分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及格分是有的，很多人说它太差了，包括怎么不好，我觉得它起码是及格的。它因为它的这个鞋带，一直到那个脚踝这个附近，能给你整个这个脚一个跟你的鞋跟脚的一个贴合感，不会让你觉得你穿着一个靴子在跑步。我觉得那个是最恐怖的，就是当你觉得你穿一双皮鞋在打球的时候，那个包裹感是差到极致了。所以这个包裹感仅仅是来自于因为它太宽了，它可能完全不适合那种窄脚的人。然后会有一点点不适合正常脚的人，然后它非常适合我这种宽脚的人，所以我不能给它打特别高的分，所以打一个6分，我觉得刚及格。其实鞋带那个压脚背的问题，其实慢慢的就会解决的，其实没有关系，打着就松了。大家不要一开始把这个鞋带松得很松，
故意去让这个脚背得到放松，其实你把它勒紧一点打就没问题了。鞋面支撑我觉得是总体来说鞋面支撑是比较到位的，因为它这个材料没有用比较细的那种 prime knit 的材料，所以它不软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感觉到它各个方面都挺硬的。就这个材料总体来说，你在脚在里面做动作的时候不会到处乱飞，跟这个鞋是保持一致的。然后这旁边还有比较大的这个就是 sitting in 的位置吧，就是说你的脚其实是陷在这个材料里面的，这旁边也是的。所以总体来说，它中底也会给到一定的支撑，再加上鞋身本来就后跟还有加固，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是很传统的，能够把你的脚踝也照顾到的这种支撑，这也是让你打球的时候很放心，即便你的风格再暴力，你也很放心的一个原因之一。虽然它脚踝没有说能完全就是抗扭啊或者加支撑片，但是它这根鞋带勒紧以后，对你的这个脚踝的束缚感和包裹感还是很到位的。重量我们给7分吧，就是因为它其实也不重不轻，也不是那种轻量级后背鞋，然后穿在脚上不会有你觉得快人一步的感觉，不会，但是又不是很重，不会说重到像一双中锋鞋500多克，所以我们就给个7分，比较平庸的一个打分。耐用8分，其实它的鞋底非常耐磨，就是比较完整，打了球2、3次，这双鞋打了2、3次都比较完整，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个内侧这种中底的这个花纹，其实会被多多少少磨掉一点，然后也有很多粉丝发过来，我们那个微博私信也会说这里的那个漆掉了，其实挺多的。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在当初体验的时候，第一天就有提到过这里容易掉漆，只是没想到它掉的那么厉害。网上有很多图片都是掉了一大块漆的，这个确实会影响很多在视觉上的效果啊。设计据我们实习生写的这个汇报啊，写的是他说是阿迪达斯官方认为这双鞋是高阶风格，然后我们同事比如说基尔史密斯，他就觉得这不是高阶风格，它只有 Y3啊、山本耀司啊那些才是高阶风格，这双鞋不是啊，这还算高阶风格，这就是低阶风格是吗？这你说的吗？夸张了一点，他最喜欢夸张了。他说话就是四川人，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吃辣椒吃麻的那种东西长大就特别夸张。对，他这个第一个说是鞋面的元素啊，鞋面的元素都是不同方向的斜线，然后可以让它融合得很好。这个我买单，就是它确实，你看它有横的，有这样斜着的，还有这样斜着的。后面还有竖着的，就是各个方向都有，这个确实啊，我承认是有这个元素。然后就是鞋面和鞋底都用麂皮过渡，没有麂皮吧？鞋底就是那个布料嘛，对吧？然后鞋面用的是这个麂皮过渡，就是材料很丰富，材料拼接的很丰富，然后显得不那么杂乱，啊，这个也有意思，确实也有点这个感觉。每块区域都用了2种颜色，就是不超过2种颜色。就大家都知道穿衣服不能超过3种颜色嘛，超过3种颜色就不好看了。鞋的话，就是每个区域不超过2种颜色。也有道理吧，就是他说通过改变这个材质的大小啊、色块的大小和密度啊，粉色、黄色、绿色和粉色这种一条一条的这种间隔，这个密度不大，但是它是排列在一起的，其实是跟比如说鞋身内的这个内衬是相呼应的，是这个意思吧？啊，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就是他一说，我基本上还是懂。配色，你看人家是有逻辑的，就是鞋内衬的配色和鞋底的配色是一样的，然后鞋外侧的又不超过每个区域不超过2种颜色，鞋外侧是黑白粉嘛，但是它这个区域可能就是黑白，这里是黑白，然后后跟就是白粉，然后黑白白粉这样子，就没有叠加3种颜色到同一个区域上。最后就是阿迪的这个标志，他说突破性的使用了这种垂直的这个，大家可以考证一下有没有你身边有没有阿迪的一些这样垂直的，如果没有是这样垂直，那他就说对了；如果有的话，那他就还需要再查资料。反正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解读吧。这些基本上到这里了吧？最后就是我们总分给的是79分，设计分我们给的是9分。因为我觉得总体来说，它跟哈登2比起来，它已经好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它的设计我是服的，我就一个字，我真的是服这个设计。虽然罗斯本人的元素也很少，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从 EQT 篮球线上直接拉了一双鞋过来，加了个罗斯的 logo， 就说这是罗斯9了，也有可能。但我觉得它的设计，我觉得还是服的，确实很眼前一亮的感觉，摆脱了传统的罗斯的鞋的风格。评分我们说79分并不算高，但是它的很多特点非常符合国人需要的那些篮球场上应该有的篮球鞋的特点，比如说鞋底耐磨，然后启动的特别好，然后鞋面支撑很好，而且对脚踝不太好的人、受过伤的人还有保护，就等等这种友好的因素吧，再加上它的价格和罗斯代言，
会让这双鞋我觉得会起码比利拉德的鞋在球场上之后会见到的更多。我觉得这个鞋应该会卖得很好。然后我也第一时间给我们小区球队推荐了这双鞋，因为我们小区的水泥地是任何鞋都经不住那个磨损的，但是这双鞋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小区里面起码能打个2个月3个月应该没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应该会卖得挺好的。这个案例也能证明，其实阿迪达斯想做好篮球鞋还是很容易的，只不过它是保留了很多空间去发挥，去给以后去做铺垫。阿迪还是挺好的，它不像耐克出很多款式，很多产品线，阿迪可能一年就那么几双篮球鞋，但是其实基本上每一双篮球鞋都还算得上是精品，不会说让人就是失望至极。然后这双鞋也是，它有自己的非常优秀的特点，然后没有完全致命的毛病，所以我觉得这个耐克还是得多跟阿迪学一学。这一集就到这里，拜拜。我拿这双鞋打了2场多吧，因为之前这是老板穿过，然后那个底已经被完全踩开了，所以脚感还是后掌脚感还是不错的。然后它整体来说前掌还是对于我来说有点太宽了，然后前掌的包裹感可能会稍微差一些，但是在脚踝处包裹感还是挺不错的。再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鞋带，很粗，但是系起来是很麻烦的。然后我系起来是因为我系起来一开始是比较紧，然后太紧的话会在大概这个位置的非常卡我的那个脚背不舒服。然后就跟老板讨论之后，老板说可能先卡松一点，然后先卡紧一点，然后打着打着就会好一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鞋带系紧系的这个位置还是要自己去调试一下。然后再就是可能我就是膝盖不是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硬，就是关于前掌，但前掌的场地感是非常好的。后掌对于我来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硬，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喜欢突破或体重比较小的球友比较适合吧。然后但是我体重大概150左右对，不懂，最近对，但是他其实最近长胖了很多。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400-500的价位的话，如果就是对这双鞋想追求一个高帮的，我觉得还是挺值的。但是如果你要想夏天穿个低帮，或者说更舒服更软一点，我觉得可以加点钱买个哈登1代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这双鞋稍微有一点点硬确实很长，不是它前掌确实是太宽了，就是我是44或者44.5的鞋我都可以穿，但这双是43.5的鞋，我穿正好，而且脚前掌很宽，就是对于我有的时候突破的时候还是穿着还是不是挺方便，感觉有点太松了。那个我靠，这个底真的是神了，真的这个底到现在一点点磨损都没有，也不是一点点没有吧，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有点夸张。但这个底真的很耐用。其实我对于这个配色第一眼还是挺喜欢的，但是我觉得有点看时间长就是有点审美疲劳。我还是很喜欢网上面有一款就是纯黑色，然后后面3道杠是红色的那个，就是有点像公牛配色，那个我觉得还挺耐看的。因为这个粉红色确实看多了有点不舒服，